刚才我看了一条留言关于大一统还是分裂更具有竞争力。因为中国这个就不用谈了，是吧？大一统的话是中国，那么分裂呢？分裂就不是一个中国，把中国切成无数块，或者至少切成6、7个国家。这个观点在亚洲与我们接壤的几个国家中非常流行譬如日本，譬如越南，譬如俄罗斯，譬如印度。中国现在是大一统，大一统不会太长久了。中国的变革一定会从地方实际上的自治开始，在一些阶段有可能会走向分裂，最终可能会形成一个联邦这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状态。中国历史上分裂和大一统的时间差不多一半一半，分裂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那么大一统呢，不是一个完整的表述中国的形态，可以说从秦以后是大一统，但是它的版图变化的很大。中国疆域最大的是民国时期，这是一个现代国家。唐、元、清控制的版图曾经更大，但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有明确的疆域实际的管理，应该来说是民国初年。那么大一统是不是更有竞争力呢？这是针对中央政权而言的。即便在有限的大一统的这个状态下，真正有竞争活力的还是各个地区经济发展，哪怕是参差不齐，但它也会互相带动。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比较理想化的其实是北宋，它的文官架构一直延续到今天，它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海贸到现在为止也很难被超越。所以版图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找到一条符合中国现状的管理模式。那今天的中国，因为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在东南，所以中国的问题就出现了。有一些老少边穷地区是单纯的穷，有一些有资源被中央攫取了，拿去给东南沿海地区，最终他们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他们在埋怨中央。更多的是民主地区，他们要求自治，甚至有限的自治，是吧？其实达赖提出的一直是有限自治道路，只是大家不知道。那么新疆想出去，早就想出去了，前几朝都在打仗，动不动在起义。苏联也扶持过新疆的地方势力，但他更希望的是让你加入苏联，而不是让你真正独立。那么为什么在中国有这种道路之争呢？因为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反对派，哪怕是一个反对派联盟，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要求各地独立，来瓦解中共的中央集权统治。这是一个等而下的选择，
并不是中国人本意要分裂国土。那么我们从辛亥革命时期就看到，各地打响了独立的这种旗帜，才导致清王朝的灭亡。那么清王朝灭亡以后，是不是中国就形成了真正的大一统呢？其实没有，一直到民国38年，中央政府都没有完成对全国的统一。所谓的统一是形式上的，地方割据的状态一直存在，或多或少。20年代初期，共产党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包括中共早期的领导人都在宣传各省独立，关起门来不要管别人的事儿。那出名的有毛泽东写的是吧？1920年写的，要求湖南能够关起门来，不要管其他省的事儿。那事实上呢？事实上，在广东地区，我们看到了一个联省自治的口号。其实我们知道，如果不搞联省自治的话，那么也有很多其他的选择，譬如说各个省自己真的管自己。你看山西，阎锡山从辛亥革命一直到随同国民政府迁台，他对山西的管理一贯是从3个鸡蛋上跳舞：国民党、共产党、汪伪政权。那么山西建设的怎么样呢？它在当时的中国被称为模范省。其实比它的发展更快的是东北地区，当时的伪满洲国。那么说明中国在分裂的状态下，各个省实施单独的管理机制，并不是没有竞争力。远东最大的城市当时是上海，它是租界，或者说老租界范围内的这种经济活动，那么它更多的是吸收了英美的资金、管理方法，来自海外的人才，甚至兼容并蓄。它使用了大量的外来的不属于中国国籍的人在管理着这片区域，所以它的经济活力、它的竞争力，甚至它的贸易枢纽功能，当时在中国是最强大的。与它同时期，应该说中国还有几个大的贸易枢纽，譬如说天津，譬如说武汉，但远远与它不能相提并论。这就是说，在分裂的状态下，在表面大一统的状态下，其实中国走出的也是各省有自己的特色，不强求全国平均，或者说用统一指导方针来处理经济，甚至是处理经济问题。那么如果说要照搬美国的方式形成一个联邦，这可能是很多年以后的事儿。因为联邦有联邦的好处，首先一个，外国政府与你打交道，如果不涉及到各地自己的法律，其实中央政府就可以带你签署一些经济文件，人家要对接的只是一个政府。如果真的在中国形成30-40个省、6-7个地方割据的政权，它在国际交往中其实会有一定的难度，有一个联邦相对就好一点。
除非与你这个自治政府相关的法律有冲突的地方需要调整，那大多数情况下你可以省去许多通关的文书。比如你现在是一个企业，你要把东西卖到中国，中国现在有27、8个地方割据势力，你跟每一个势力都要签协议，甚至各个省份之间的关卡都要收关税，那就恢复到离京制度了，是吧？你怎么打交道呢？你的成本会很高。那么联邦它最大的好处是有一支军队、一部宪法，只有中央政府对外进行国际交往，各省可以保持自己鲜明的特色，这不就了了吗？未来的中国一定走向联邦化，共产党之后的中国很难形成大一统，长久的分裂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它会有损耗，会有同质化竞争。所以没有什么谁更有竞争力的问题，它只是中国在去共产党化以后形成的一定阶段或者叫不同阶段的这种国家形态。无论过去多少年，最终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一定是联邦制。对这一点我有充分的信心。谢谢大家，再见。